常的好做，因为对面同时得考虑到他们的绝活英雄。嗯，上来你看 Soldier 的这个亚索依旧是放在班位上啊。对，但是 Soldier 的瑞兹啊，包括小埋还有一手招牌炼金。对，小麦的这个炼金也很厉害。哎，炼金这英雄，其实说白了没有什么特别好打他的。嗯，卢仙。 因为上一局 EZ 已经放出来的情况下，卢仙大家就都别玩了。嗯，这样对于 AD 来说，可能后面的替代会变成像飞机这种英雄。嗯，我觉得甚至有可能前3手双方就不在射手这个位置周旋了。对的，就没有太多争抢的必要嘛。是。这把格温搬掉之后啊，鳄鱼会成为红色方要不要去搬的一个点位。如果不搬掉的话，盲僧跟魏都会放出来。是，盲僧还是搬了。 哎，但有个问题啊，你发现没有？其实魏没有上班位，但双方都没有选啊。嗯，瑞兹对于 Sky 来说，这个英雄还是太重要了。因为对于微博来讲，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前中期能够推线、能够带着队友去抓边的英雄。对，一来说是因为这个英雄优先级非常的高，那同时的话，其实 Soldier 的瑞兹如果给他拿到也挺麻烦的。是的。那看一下鳄鱼要不要选啊？ 我觉得 FP 没有选择去搬鳄鱼的一个最主要因素，还是考虑到 Max Power 一般不太去玩这种比较偏进攻的英雄。来了，他来了。嗯，喂，就太久没有见过他上赛场了，因为他一直在班位上，都基本上出不来。是的。当然，这个英雄我觉得还是非常全面的，现在这个刷野速度也非常的快，对吧？他可以在河蟹刷新之前就已经到达这个河蟹出生点了。当然，这也得在这个前面第一组不刷石头人的情况下。 嗯，直接飞机也拿了。豹女小鸡这里直接亮剑了。鳄鱼，哇，加个鳄鱼，这 Max Power 没怎么见过你鳄鱼，对吧？拿出来溜一溜。哇，这个中上两路英雄选都很舒服。对，对线强度很高哦。嗯，而且豹女加鳄鱼的话，这上半野区的压力会给 FP 这边足足的。是的。如果说想要先选一个上单，我的建议最好就是葵桑提。 对吧？因为葵桑提是能够去扛住鳄鱼的对线，且面对到打野抓的情况下有操作机会的英雄。嗯，就已经算是对位对线了。现在看见鳄鱼就得想一手葵。是的，这葵在出了大反甲之后打鳄鱼还是比较轻松的，前期要小扛一下压，后面再搬一下下路，两边都是要围绕这个下路去做文章了。女枪，因为女枪最近在比赛里面的效果真的是不错的。嗯，对线好拿优势。 是，能打团的时候，其实撒个大招也很好发挥。看一下第2手要针对什么英雄，大概率还是射手位。嗯，而且得去防一下微博这里的辅助啊！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的话，他们非常缺少一个主动开团的英雄，像奥恩这种，对吧？像酒桶这种能够去先手打第一波进场的。 对，感觉奥恩配他们英雄他们阵容挺好的。对他们非常需要一个能够去一手开团的，因为其他这几个人伤害高，但是基本上都留不住人，或者说不能先手第一手去留人哦。WBG 对于中路的封锁非常的足啊，这给到了血皇足够的尊重哦。是，但是血皇最近这个英雄池有点深，说实话真有点搬不完。这把其实还有一手在。 已经没有了泰坦的情况下，就没有锁头的情况下，血皇有一手卡萨丁。啊，对他之前用过。嗯。巴德。巴德能够快速的去支援队友。嗯。其实巴德这英雄，我觉得还挺拖对面豹女节奏的。就如果说你能很精准的预判到豹女的动向的话，其实巴德的布防会对豹女很头疼。塞纳。 塞纳体系之前在SS1 的 Yuri 选手是选出来过的，这个是非常复古的一套组合啊，在最近的比赛其实也有出。塞纳加酒桶，这个阵容还确实挺复古的。卡牌大师，哇，这一手来个支援也行。其实卡牌在瑞兹没有出来之前是中路里面为数不多前面支援速度很快的英雄。嗯。 最近在排位里面，其实这个英雄的胜率也是很高的，因为这英雄最近的这个版本还是得到了一些增强。是的，但这个英雄在比赛里面究竟什么强度，我觉得还是得看一下。嗯，
因为这英雄确实，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个赛季都有偶尔有那么点机会上个1、2场，但是效果我们至少目前我觉得在比赛里面的强度，它的优先级是非常非常低的。是的，因为比赛里面我觉得，特别是中路和 AD 这2个位置吧，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在前中期发挥你打团的作用。就卡牌这英雄最大的弊端是在于前面点控能力强，但他的伤害不稳定，且他的伤害能力实在是有点差。而且我觉得这个英雄在这种比赛里面也挺吃选手手法和理解的。对，我觉得也不是每个中路选手都能玩明白卡牌的。是的，看一下雪皇这个牌技如何啊，验一验。但这种英雄也就是在 FP Soldier 他能玩得到。你说要得 WBG 这边 Sky 要选一手卡牌，他另外其他队友可咋整？这把我觉得 WBG 其实边线起节奏真的没有那么的舒服，毕竟后面防的这一手巴德以及卡牌真的是会有一点头疼的。就如果你第一时间这个节奏滚上来的时候，没有把对面在边线完成一个击杀，你很容易就会等到对面的这个中路跟辅助支援过来了。对，一不小心打着打着多了一个人儿。对。看一下对线吧。Soldier 的卡牌也是选择带到了训练步法，去增强一下自己前期的这个对线能力哦。泰米斯上来偷点了2下011，这里的血量稍微有点低。这塞纳前面的手还是比较长的，只要拉扯好距离，这反手的一个走位是直接把011的这个技能给躲掉了。是的，还是很有熟练度的。你这个小塞纳可以啊。WBG 的这个下路双人组，你可以期待很多。而且刚刚又是一个很细的走位，把阿伟的1技能给咬掉了。奎桑提1级学了2技能 ，Mass Power 有点没想到，回头撞了一下，把他撞进塔里了。哇，这血量鳄鱼有点伤了。而且下一波奎桑提可以把这个线卡在塔外，3级的那波爆发，鳄鱼是打不出来的这样的线。那上路这波对线的话，但也就是刚开始。我觉得往后打的话，其实至少在第一波资源团前，鳄鱼都是比较强势的，很强。鳄鱼的优势就是体现在前中期的这个第一波资源打团上，而奎桑提他就是在打团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这个操作机会嘛。是的，前面推鳄鱼的线还是有点困难的，打得很凶。但说实在，你这下路其实虽然说飞机和巴德的伤害量都很高，但其实你拿这个塞纳和酒桶也没什么太大办法。没办法，这俩人就由着你，对，全是回复。WBG 这套阵容，这前面也不需要他出力，对吧？这下路组合，上路你看 Mass Power 其实对的已经有点难受了。这1级被小麦阴了一手啊！学了2技能的奎桑提上来直接一个符文上面给你带来的坦度增益，对吧？以及自己把你推进塔之后还有一个血量上的优势。对，而且有大还慢了一拍。对，让对面先走一步。找 Mass Power 这里鳄鱼打奎桑提，他没有办法不带点火，所以就导致奎桑提一旦是有线推到你塔下之后，你会亏一些，你的回城轮次必须得比他要早一些，因为刚那个血量实在太低了。要看看魏这边有没有什么机会起节奏吧。因为现在毕竟到了他一个要起节奏的时间点了。是的，包括卡牌这里是有大招了，看看对哪路有想法。哪路想法都不太足，说实在，我感觉中上2路看看，还是得找一下豹女的位置。我觉得对 FP 来说，他现在第一时间得去侦查一下豹女的动向，尽量规避前期跟鳄鱼和豹女这条线给联动起来。要不瑞兹吧？瑞兹，我在帮他们想办法。瑞兹如果提前换到了这个边线，是有机会的。因为魏，我觉得他这波大招白不用啊，他如果没有找出节奏的话，他只能等到打团了。对。两边下路同时来到中路，还是一样，来到中路对线其实也是没什么区别的。是的，反正微博这个下路组合就是发育，前面也不需要他们提供伤害，这俩英雄其实也打不出什么伤害，酒桶可以跟着队友也去做点事儿。对，反而是巴德和飞机前期的这种伤害量暂时用不出来。不过第一波资源团它的效果肯定是拉满的。第一波资源团这个先锋对于 WB 来说，
优势会很大哦，毕竟你要靠着鳄鱼这个英雄去做事。嗯。但同样 FP 也非常懂得，他直接把下路搜着这条线给稳定拿到线权。瑞兹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来到正面的情况下 ，FP 就有会去跟你争夺先锋的能力。对，你看现在 Sky 这条，其实 FP 一直以来，我觉得他对 Sky 这条路的针对都是很足的。他们也明白，就是 Sky 是 WBG 整个队伍里面最关键的那个节奏发起点。嗯。所以需要把你这个前面说话的人声音给按住，对吧？就把你闭麦了。来了，3闪接大招，011很快的解回来，僵尸再过来保护一下，锁个大招，帮011去解围。但这波资源团在刷新之前，哦，这时间差不多能赚好啊。但是011的双招是实打实的没了。对，而且在团战前的话，团战前刚好等一等能赚。对，大招好是没什么问题的。嗯。但是飞机就是第一波的站位得小心了。对，这个闪现。不过同样的豹女刚也是交了自己的闪现啊。但还是不一样啊，这个飞机的闪现感觉更可怕一些。是的。看一下第一波资源团吧，还有半分钟，双方应该这个时候不太会起节奏了。前面的对线方面，其实这一把是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的。嗯，双方的第一个大件都出来了。但我觉得对于 FP 来说，他们比较难受，就是为前期在第一波资源团前没有起到节奏。而且 Max Power 这里的出装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对到葵桑提的时候，不能去第一件做破败了，只能去做黑切。但是上路想要抓葵桑提，葵桑提怎么能这么轻松就会被抓到呢？这就是葵桑提啊！对，然后点一下果子，但是 WBG 这边还想抓嘛，毕竟我大都交了。卡牌再开了大看一手，现在就给你压力，你要是再过来 B 位置，我卡牌就飞上来。来了。同时这样的话可以让队友在下半区直接把小龙给开起来，哇，非常完美的决策。是的，那与此同时 ，WBG 刚好顺势拿上路的这条先锋，做到了一个资源交换。其实我觉得这对于 FP 来说已经是能够接受的了。嗯，这前面没让鳄鱼打起来架，对吧？其实 WBG 已经有点难受了。对，而且葵桑提这条线也没有太亏吧，而且这个先锋现在撞到了上路，对，不太亏。就现在其实葵桑提这个发育对到鳄鱼已经是能接受的了。而且主要是没有撞中路的防御塔，也不影响飞机的发育。到了2塔，这2塔上面还有一个小保护的血量，对吧？这先锋其实放出来也只是拿了一个低保。嗯。但你看，其实 FP 这边的换线，他们还蛮有想法的。他们现在3路转来转去，现在双人路又来到了下路。这个瑞兹身边得带个保镖了。这想着瑞兹一个人推线推不出去啊，对吧？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微博来说，他们是有点被牵到 FP 的节奏里面了。他们会发现，就是现在你得看对面的这个双人组去哪儿，然后我的塞纳得跟到哪儿。就现在有点这种感觉，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说白了还是没有办法把瑞兹给解放出来的一个节奏。对，而且瑞兹非常需要发育啊，你看又来了，而且魏也来到了下路。这上路现在对葵桑提其实没想法了，下路压起身，但压的第一时间没压好，反手再举一个大招，把塞纳的一血给拿到。先集火，3个人目标非常的一致。野区里面还好是空的，小鸡这里过来，想去把对面赶出自己的野区，但是旁边也有巴德的门，所以 FP 完全不慌。是的，而且这个地形非常容易让 FP 进到你的野区里。上路的小麦打 Max Power 直接打到这儿来了，从上路一直打到了中路，但顺势鳄鱼要来下路包人，但是对面下路有防御塔怎么办？这一波闪接大招，不把人炸回来。Max Power 是在一个绕后的位置，第一时间已经把对面的前排给击杀了。鳄鱼还在后面，有人知道吗？做门过来，但被定到了塔下。搜着这里再交了个闪现往后走。Sky 想强行换一下，但一技能没有打到。011的伤害太高了，在旁边直接把瑞兹给爆死了。下面的兵线011，感觉清不太了了。那这样的话，防御塔可能得稍微被磨点血量。如果豹女的标一中的话，011这里可能就得交闪了。我觉得其实 WBG 前面做的都非常好，那上路这边防御塔也被拆了。就前面做的都非常好，包括9筒那个炸，然后炸回来2个人，其实打完应该挺手的。
因为刚才那个是他们想去包，但是自己的状态不太好，其实那个防御塔的兵线还没推进去。是的，就是这一波，说实话包的稍微有点强行，但好在就是小残第一时间开的很不错，还是拿到了几个人员的击杀。卡牌飞大招下来，配合上魏的大，原地先抓一只塞纳，旁边巴德的金也金到一个，能压起身，压完之后 Sky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交了净化赶紧溜。上路的鳄鱼把线带过去了，但是上路这个一塔是早就没了，还是太亏了。所以这波其实还是亏了，这波一来一去，让卡牌跟魏又把节奏给找回来了。对，而且上一波主要飞机稳稳的吃了2个人头，对于 WBG 来说。感觉这个大亏特亏，上下一起亏。对，就是他们发起了一波节奏，但同样 FP 这里在你刚刚打我的时候，我在边线也在转塔，对吧？然后这波又把节奏给找回来了，所以现在总的来说 FP 还要再赢半程。第一时间的3闪接大接的很好、哦。对，这个位置辅助开的非常好。而且后面的伤害也跟上了，我觉得这一波可以走了。是的，打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其实我觉得还是考虑到那个鳄鱼他是上路亏着线来的，所以想把这波直接给打完。有点上头。我觉得还是那个指挥发起指挥那个人出了点问题。对，因为毕竟有个防御塔，相当于 FP 多了个队友啊。对。好在有一点就是双方的中路防御塔现在都在，但是第2条小龙 FP 直接选择不要了，上路来赚你的2塔，卡牌大师已经来节奏了。哇，这想法很好啊，主要是他已经考虑到了，我第1条小龙控下来之后，反正没有龙魂了，所以现在我龙放给你无所谓，对吧？我直接上路白赚一个2塔。瑞斯再开车过去，强行守一下上路的高地。但下路的 Mass Power 被扫描扫到了，锁大招，锁完之后巴德也在靠，卡牌已经过来给了一张黄牌，那这样的话 Mass Power 已经是走了有一会儿了。这还开大吗？我觉得没必要，真的。反正 CD 快，对吧？不用白不用。外圈烫也能烫点伤害，等会儿数据面板好看一点。中路。那是防御塔。这波开的稍微有点失误哦，但是好在还是把阿伟给开出来了。旁边 Sky 也打了一套，阿伟原地给了一个金入了队友以及小残，但小残这里还是被魁炀奇给掰回来了一下。搜者从远程过来，先给了一张黄牌给到对面的塞纳，但是这个正面已经被打散了。搜者的位置现在在旁边直接读大招，大招读下来之后011跟闪，魏再给个大招，豹女这里被锁死。哇 ，Sky 在侧翼看着太难受了。那大龙直接可以顺势拿到，对吧？这打野一倒。现在微博没有任何的机会了，看不看了这个 Sky， 他过来感觉也是在送啊，这过来只能是打卡，我只能说。看有没有机会打一些血量。但是旁边人更多呀 ，TB 已经来了，鳄鱼要开大钻进去吗？想过来去找011，但011已经交了一个位移往后走，龙这里是被红色方给拿下来了。旁边鳄鱼虽然换到了一个人，想开车走，这个大招开完之后，好像有一个巴德的大来了。那这样的话 ，Sky 只能。在原地被卖掉，对，但我觉得刚刚微博那波沟通应该是鳄鱼说我在这里面有机会开大收几个就收几个，你们走，但那个位置有点走不了了。这波只是 Max Power 很强行的把011给换了，那除此之外，微博也没换到其他的东西。推一下，魁炀奇的大还没转好啊，小麦这里稍微有点玩脱了，但好在阿伟的这个一技能反手定到了对面的野辅，但太肉了，根本打不动。野区 Max Power 想来反野，被逮捕了。这里直接把自己的好像刚刚是玩了个闪出来吧？交闪了。这几波节奏 WBG 打的有点乱之乱啊，对，有点乱。但其实感觉他们辅助其实这2波机会找的不错。感觉小残这个9筒也有点说法的。对，这波虽然开的第一时间那个连招连的没那么快，但我只能说这波 Sky 没跟上。这波 Sky 要是直接接个闪现定一个2技能的话，那其实阿伟应该在塔下有机会第一时间就被击杀。但 Sky 这2局玩都太难受了，有点防不住啊。能不能等到塞纳起来？现在是个时间问题，但塞纳现在的伤害比想象中还差得多。对啊，这还等得到吗？有点等不到了，劣势有点太大了。8000。中路不停的在给你施压，
边线也可以让卡牌去把线给带过来，这样的话你下2塔也很难去防守。主要是豹女，我觉得也没有发挥到特别好的作用，因为你看现在鳄鱼已经慢慢开始要没作用了，然后这个双 C 这2个路的位置又发挥不起来。其实说白了，这把鳄鱼真的是从第一波先锋没打起架来就已经开始没什么作用了。来了，要强行开，第一时间就锁酒桶，酒桶反手给了一个大招，把对面给炸散。哎，这里有个金身，金身堵起来了，但是旁边的零11一直在打输出，一个人废4个了。011稍微有点上头，但正面的 Max Power 伤害也顶不太住，赶紧交了闪现往后溜，原地开启了一个卡牌的命运。卡牌这里把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但你别说，我觉得他们这波拖的还可以。上路小麦开大，把小3给带回来，自己做一段位移，但是2技能抵消了对面瑞兹的2技能，反手再敲一个回来，葵桑提还能拉扯 ，Sky 就想去秒对面的葵桑提，葵桑提这里直接被秒掉了，旁边的门好像有点做不了了，这里阿伟也得交代在原地，稍微有点玩大了。微博这里收获了2个人头，同时可以把小龙给控下来。是的，怎么说？感觉 WBG 又有一点机会了。塞纳现在的装备，走冰泉的那没事了，走冰泉的那感觉还是等不到。那我觉得可以再等等，哎呀，但是这个瑞兹的队发育差这么多。瑞兹的伤害是他们现在整个队伍里面最可观的，但是现在瑞兹，就我还是觉得你要靠瑞兹一个人去打4个的话，打5个，真有点太需要那种输出环境了。但我觉得上一波WBG 在防守的时候，你能感觉到现在就是 FP 也没有那么一边倒的说，就这个团战可以随便打。主要 FP 这个阵容还是得靠卡牌跟魏在第一波找到机会去造一个抽奖。对，就来一个这个单点的突破。就卡牌现在的装备很好啊，你看这卡牌基本上等于神装，对吧？就少一个鞋子附魔。全场发育最靓的仔。发育最舒服的，被动经济也给卡牌带来了非常大的收益哦。卡牌先开大看一手，而现在兵线给到 WBG 这个上路的压力很大。其实现在这个卡牌的伤害基本上黄牌中一个后牌就直接挂了。黄牌中一个后牌之后再补一张万能牌。哎，开起来了，但这个位置自己遭中了啊！第一时间进得非常的深。要保持一下阵型，好像有点打不过了，得往后溜。这里葵桑提可能要把自己给卖掉，这反手吸了一口，吸了很多。坏，先拉扯，已经被011给收掉了。卡牌来了，万能牌砸下来，伤害差一点。小残旁边有点扛不住这个卡牌的伤害，已经收获了一个双杀。剩下的3个人，剩下的3个人已经有点守不住了，怎么办？对面还有4只，这样可以直接点基地啊。先清一下兵线，别急。新鲜的速度有瑞兹还是挺快的，主要是上路这个兵线压力很大，但是我们看到 FP 其实也很稳健，他们在拼上路这个大龙，要拿这个时间差去打大龙了。最稳的选择就是打大龙，对吧？因为对面现在是一个3个人守基地。对于 WBG 来说，这个大龙如果掉了，他们这个兵线完全守不住了。得要来一下，但是葵桑提一个人就在前面，1闪接2技能卡住，而且搜着一个大招过来，直接把对面的打野快秒了。阿伟的金身出来之后，哇，这 Sky 虽然是把 Soldier 给换掉了，但是自己也倒下。哇，虽然说有一点机会，但这个大龙真不能掉，对于 WBG 来说。但是刚刚还好是小鸡还在哦，小鸡还在就有机会，理论上的机会小鸡能创造出来。但他被丁防住了这个位置。哇，小麦再带了一个回来，第一时间豹女进不来，魏已经拿下了这个纳什男爵。葵桑提选择卖掉自己，保队友撤退。我感觉 WBG 得跟他们打，得玩团战，这个兵线真顶不住。顶不住啊！而且没了瑞兹之后，其实清线能力大打折扣。对你这2波兵线怎么顶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感觉正面打团战，其实 WBG 现在也没有很虚。是的，但我感觉。其实他们这个阵容本来能翻的唯一翻盘点在哪？就是拖到远古龙的时候，把远古龙拿了，才有机会能翻，对吧？那个补足正面的战力。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波大龙的兵线进来之后，你这个高地可能已经拖不到远古龙刷新了。我觉得这一波对于 WBG 来说还是挺好的一波机会。大 S 那个问题吧，上哎 ，Soldier 这个地方可能要被抓哦，身上有闪吗？闪电好像差一点，但是巴德的金的非常的好。哎，但是都支援来了，这个位置可能要反转吗？
哇，这一瞬间居然把卡牌给保下来了！巴德的大招太关键了，阿伟。哇，这波如果卡牌真的出什么问题的话，这还真不好说。不好说。就没了卡牌的话，其实对于 FP 来说，他们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发起这个开团，就只能靠这个卡牌的黄牌去抽奖。但现在这兵线压力太大了啊！远古龙刷新了，远古龙刷新，还是可以跟刚刚这个打大龙的时间是一模一样的。没了，奎桑提去卡着人，然后打野直接把这个龙给拿下来。那没什么机会了，没什么机会了。现在就是卡牌直接闪现上去定一个，把团开起来就行了。啊，还是 FP 这边更稳健啊，太稳了。看一下最后一波，最重要的一波，塞纳已经被惊住了，旁边的豹女一瞬间就倒掉了。奎桑提远程带了一个人回来，虽然有金身，但是瑞兹已经倒下，没了瑞兹之后 ，Soldier 一个人在对面的高地里面游泳。我们可以恭喜 FP 2比0拿下了 WBG， 收获了自己的赛季第9胜。哇，这个连胜的战绩还在持续。对。太夸张了！这个赛季的 FP 给我们展现出的是一个强大的统治力。是的，这种统治力是真的，可能是他们建队以来我觉得最夸张的一回了。对，因为这样的连胜战绩，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有一支团队，它可以不停的赢下所有的比赛。因为我觉得之前 TT 在统治的那个阶段，其实他有一些情况下他也会输掉比赛，但是 FP 他自从开始慢慢的。然后从前3，然后走到可以拿下冠军，再到后面的时候可以统治所有团队，我觉得他这个时间拉的真的很快。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赛季的 FP 跟以往可能我们说所统治我们联赛的队伍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都能2比0。2比0的净胜分是特别多的，因为现在 FP 可能这场拿下来已经来到了一个16分的净胜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对，我记得这场比赛之前是14。对，所以就是 FP 这支队伍现在很强大的地方是在于，他们面对到任何队伍都能以一个2比0结束。而且你可以基本上看到，他们是基本上中期不会有任何人处于那种比较浪的情况出现，然后给机会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这也就导致他们为什么现在战绩这么好看的一个原因。对，我觉得他们可以激进，但是很少会犯错，对，就犯蠢。就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太多我们上帝视角看着，怎么会这样的那种画面。而且不得不说啊，我觉得小麦这条线的加入确实是给 FP 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上路的这个防守能力和进攻能力都兼具的情况下，其实 FP 的阵容会更加的多元化。你可以看到这把在面对到对面选出了鳄鱼加豹女这种进攻的阵容的时候，他选个奎桑提，前面2级的时候把鳄鱼的对线给搞烂了。然后这个鳄鱼导致一整把没有任何的进攻，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把小麦其实，在大家没有看到的地方，其实为这个团队付出的付出的贡献是特别多的。对，但我觉得无形心疼一把 Sky 吧，因为2局其实他都发挥不出来，就是我觉得完全打不出来。对，然后就是从前期对线对着，然后就打不了了。就是我觉得 FP 太会阅读了，有种这种感觉，对吧？就是他会知道你 WBG 这支队伍目前看起来，就是如果把 Sky 这条线给按住的话，其实其他人都有点找不到节奏。所以就最简单一点 ，Sky 去了那条线，我直接叫2个人硬把他压在塔下，这样的话 WBG 前中期基本上就是只能发育，对吧？这种情况就是 FP 现在最想看到的一个前期的对线局面。是的，而且反观，其实 WBG 为了他们其实是想让 Sky 能发挥出来的，所以也帮助按掉了很多对面的英雄什么的。但 Soldier 还掏出了一手卡牌，这卡牌也是我们没想到的。然后包括他在整个比赛里面的伤害量，就是也是拉满，画面很足。对，其实你真的说卡牌说远程支援了什么太多吗？我觉得也不在这点上。我觉得更多的是他给到就是前期的那些小控制，团战里面的那小规模团战的一些作用。我觉得这把其实如果要说远程支援的话，其实 Soldier 给我们看到的比赛内容，只有在第2条小龙刷新的时候 ，FP 的角色是把小龙直接放了，然后去让 Soldier 的卡牌飞大招飞到小麦那条上路之后，把2塔给推掉，这个是利用了卡牌的英雄的特性。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其他的这个团队节奏跟卡牌这个英雄的特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完全是自己打得好。来看一下本场的赛后数据，那跟上局其实差不太多，基本上整场的经济曲线还是都在 FP 这边。是的，中间其实7分半的时候有一些小的波动，就是大家拉平，但其实因为前期其实都是一些发育上的，就是对线上的问题。而
WEG 虽然在中后期稍微找回来几波团战的胜利啊，那种小规模的胜利，也拿到了几颗人头，但是最重要的地方是因为这把选的是一个塞纳，而塞纳这英雄的发育期实在太长了。他在面对到这么强力的上中野的时候，实际上他还是想把自己的阵容更保护的偏多一些。这把的 MVP 是给到了我们一直在提到的 FP 的中路选手 Soldier 的卡牌啊。是的，这把卡牌6-1-7的战绩，161的伤斩和93的参团率，我觉得对于一个卡牌来说，你只要是一个发育很好的卡牌，你在中后期的时候，一张黄牌就能给团队带来非常大的收益。对，也是让我们看到了 Soldier 更多的可能性。因为 FP 这支团队，他已经在保下线的情况下去创造更多的可能了。包括我们看到他们的上路，对吧？然后包括他们这些英雄池上的调整，以及他们更多在换线上、前期野区上，自己创造出来一些新的巧思。哇，这波 Soldier 秒切了黄牌也很关键啊。对，配合上后面。临死前，阿伟给的一个一技能是把对面的进攻的节奏稍微的拖慢了一点。小残在中期开了很多次很漂亮的团战，但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这把塞纳确实拿的没有效果。中期的伤害非常的捉襟见肘，就你如果换一个常规的 AD， 我觉得中期的时候 WEG 都不至于打这么难受。是。因为主要那段时间你最需要有伤害量的时候，他还没有起来，而且是一个冰拳的塞纳，对吧？我们在局内也提到过了。这冰拳的塞纳很难打伤害。哇，这里很关键哦，阿伟的金是直接救了 Soldier 一手。是的，然后变成了一个反转，因为那个可能也是 WBG 比较有机会的一波。那 WBG 那一波应该是属于最后的绝唱了，对吧？把上路线带过去之后，没有选择回家，让鳄鱼跟对面剩下的一个队友一起蹲在这个草里面看一下，抓一下你边带的这个人。就如果说抓到的话，可能还是个大人头，拿出来还能再拖几分钟的时间。那个远古龙可能也有机会。当然，我觉得对于 FP 的这套阵容来说，他们的支援已经把所有的这个问题都给解决掉了。那我们还是要恭喜 FP 2-0收获了自己今天的第9胜啊！那我们的赛后采访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干干。Hello， 各位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召唤师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敢敢。再次恭喜 FP 2-0拿下了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他们的中单选手 Soldier 来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那么先有请他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FP 的中单血皇。好的，再次恭喜你们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那其实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就像我们解说老师说的一样，今天也是拿下了9连胜了嘛，有什么话想说的呢？就心情很好吧，就第一次打联赛的时候，常规赛9连胜，所以继续加油吧。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那其实相比于第2局来说，其实第1局的比赛你们是以更大的优势拿下胜利。那觉得今天的2局比赛你们发挥的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整体转线还有进野区，执行力都比较统一吧，然后就对线也是优势，所以我们就会打得更轻松一点。确实在线上有优势，而且在团中期还有后期的时候呢，执行一些决策的时候都非常迅速，也非常到位。那其实也想问一下，其实岩雀这个英雄在我们7.1版本登上了赛场以后，无论是在打野还是在中单位置，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那也想问问你，作为中单选手来说，你觉得岩雀在中单这个位置上有哪一些优势呢？岩雀在中单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推线比较快嘛，就满级 Q 之后，然后可以一直游走，然后找球能力比较强一点。因为我们目前来说手游的地图还是比较小一点的，那作为一种可以利用自己的被动效果去高速游走的中单英雄来说，它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发现你们就像刚刚说的，边线也能够对得过。我发现你们其实每次获胜的局都是边线都处理得非常非常好，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上下2路都是带出去的这条线。那平时在我们的中后期，你是如何去跟你们的上单小麦去沟通哪一条边线该去如何处理的呢？就好比我这边是防守线，他这边是进攻线，我们就会让打野一直靠他让他过线，然后我上路这边我就是防守状态，就不要出去就好了，就一定要保证一个是进攻，一个是防守，就这样就不会出事。确实保证好自己的一个半区原则，该进攻的时候要进攻，该防守的时候也一定不能给机会。那也是非常感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